愣着干嘛？一起收拾啊！果果，你不怪我了。我怪你？我怎么怪你啊？我是怪你不该抱着妍妍去医院，还是怪你不该丢下我？那件事情我不怪任何人。妍妍当时情况那么危险，你肯定是要去救她。可是我……对不起，老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。太疼了，那天真的太疼了，我好怕，好怕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那天医生说，卵胎儿缺氧必须得剖腹。胎儿缺氧，心上有窒息的风险，要立刻进行手术。家属吗？我没有家属，我是一个人。可是你们又都不在我身边，我就只能自己接。我好怕我死在那儿。都怪我，老婆，都怪我。那要不你打我？你那天有多疼，你就打我有多疼，好不好？来。啊！疼啊！这就疼啊！当时比这疼10000倍。那你就加我10000次。我这次我保证我不喊疼了，我发誓。还有9996次。疼不疼？不疼。老婆，你终于笑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老婆，我们回家好吗？我不能没有你和晨晨。我还没同意呢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回我家，那你就让我留下来，让我照顾你们，好吗？我不同意。为什么我每次做的决定你都要反对啊？带孩子没那么容易。月嫂走了，玉建每天要上班，他能帮上你什么忙啊？他就是忽悠你。那大不了我自己带了。你不工作啦？你一辈子都带孩子啊？那程程会长大的呀，实在不行我想办法请个阿姨呗。我都跟你说了，这个张小琴呢，人不怎么样，但是她带她自己的孙子还应该是可以的。你就回你婆婆家，这样你可以一劳永逸。你不就是心疼你那点房租吗？哎呀，我付给你，像之前那样我租你的房子还不行吗？哎呀，我不要你钱，我就是想让你搬到她那儿去。妈，我生晨晨的时候你又不是没看到，那婆家这么多人，忙得过来吗？与其依赖别人，我还不如靠自己。
这不也是你一直说的吗？我现在就决定靠自己，行不行？行吧，行吧，反正啊，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以后啊，我也管不了你了。妈，咱这不是怕你累吗？想让你一心一意多照顾照顾爸。说的好听，果果就是在怪我，没有，是我提出来的。还不是他们母女俩逼你提出来的。要我说，都是那坏丈母娘，还让你交房租啊？人家现在都是外婆了，根本不会想这些。那再说了，就算是给钱，那我也愿意啊。现阶段只有果果舒服了才最重要。果果舒服了，您就可以时不时的过去看晨晨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时不时把晨晨抱过来呀。我听明白了，反正就是我不配带我孙子呗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要我说，哎呀，这个事情到最后就会演变成，一旦我和果果都要忙工作，那还不是要您顺理成章的过来帮忙带孩子呀？是不是？生在福中不知福。哎呀，我们呀，这不也是想让你和爸多享享清福吗？行，我待在家里享清福。反正现在你媳妇儿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对吧？真是你个媳妇忘了娘。哎呦，没有妈，疼，哎呦，不敢忘不了，哎呀，哎呦，我这。你说这个男女主为什么要玩这个你敢不敢的游戏啊？因为他们是胆小鬼，不敢向对方表白。可是这样不是反而会伤害彼此吗？你看他俩，最后就是没有跟对方结婚了。结婚不一定是情感的终点，伤害有的时候也是爱情的一种表达方式。但这样他们会错过彼此的。那就交给时间呗。就像这个电影说的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，当然时间也可以诠释爱情。我不这么觉得。我觉得两个人就应该在爱的最浓烈的时候，好好珍惜彼此，抓住一切机会，不逃避也不害怕，因为你没有办法预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。人生的意义不就是这样吗？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。比如你如果不从乐山来上海，我又怎么能跟你一起过一个除夕呢？所以我很快乐。上海过年好安静啊，连鞭炮声都没有。对呀，好安静。
是不是想家了？倒也没有，就是觉得，如果我没有遇见你的话，我一个人在这过年，那得有多孤单啊！没有如果，你遇见我是天注定，命运安排的。这么信命啊？我相信。那也不能什么事都信命吧？你总得有一个目标，然后为之努力。尽人事听天命，不是吗？我在跟你聊情感，你在跟我聊工作。哎呀，那这一年一眨眼就过去了，我总得规划规划吧。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你如果再这么紧张下去的话，会崩溃的。我们不聊工作了，好吗？原地踏步就等于退步，这谁说的呀？我说的。市场总监这个位置现在还空着呢，我想试一下。业务上你肯定没有问题，但是资质上差了那么一点点。抱着一个顺其自然的心态，然后等待一个机会就可以了。生活中不是只有工作这一件事情，还要享受生活，就像我现在一样，我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。哦，对。那是谁跟我说他一离职猎头就会把他的电话打爆的呀？现在几天了呀？你嫌弃我？没有。不，你嫌弃我？没有。我感受到男人一失业就被女人嫌弃，太可怜了。是有一点点可怜呢。那我不就得更加努力的工作吗？不然我怎么养得起你啊？而且你这么荒废事业，我会很内疚的。好了，那你不必内疚了。Charles 已经给我找了很多机会了，只是不符合我的预期而已。新的一年会有很多的机会，来吧，大除夕的，祝我们新的一年都会有好运。啊，谢谢，红包要准备好，而且要大一点哦。必须的。马尔代夫那边的酒店都搞定了。哎，别提了，这个 team 什么都不管，都丢给我，我都快累死了。哎呀，老公全都听你的还不好啊？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要说呢，我们两个还真的是很有缘分哎。你看我们的地下恋前后曝光，而且呢结果都还不错，所以你也要抓紧哦。果果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薛总他不想跟你结婚的话，你怕不怕？干嘛问这个？其实呢，以前我们同事之间也有八卦过，我们都觉得薛总啊，他应该是一个不婚主义者。你想想，他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到这个年纪了还没有结婚，除了恐婚，我真的想不到有任何的理由哎。你看他俩，最后就是没有跟对方结婚了。结婚不一定是情感的终点。其实吧，男人有的时候还是要靠逼的。你看我不就成功了吗？是你最聪明了。喂，哎，我在外面啊，我跟夏果在一起。
我跟果果在一起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哎，好，我回来，我现在就回来，可以吧？果果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先走了。去吧，拜拜，拜拜，去吧，微信联系啊。拜拜。怎么了？戳心了？又要借题发挥了。我是想说啊，你那个闺蜜说了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是你不用听。你这是什么逻辑？你闺蜜的老公是个废柴吧？连结婚这种事儿都让你闺蜜一个人一手操办。她出来喝个酒，着急忙慌的要把她叫回去。这种男的又没担当，又想控制，依我看，他们的婚姻根本就长不了。哎，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不要唱衰人家。我这不是唱衰啊，我是想跟你说，千万别听你那个闺蜜的，真去逼那个霸总。你闺蜜是真心想帮你，想给你打气，但是她也是真心的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什么信心。而且我发现你们女人啊，总是对男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对婚姻又特别的重视。要我说，自己强大了，管他恐婚还是不婚呢？哎，你说你这个小孩哪儿学来的这一套一套的，把我都给说乱了。说乱了，那我再给你调杯酒，让你清醒清醒。不是，你就别再犹豫了。你开出的条件在上海很难找的。错过了，也许就要再等1年。你就真的想等吗？当当，这什么？ Lucy 给的喜帖呀，问我们什么时候订票呢？哦，对，他的婚礼在马尔代夫。马尔代夫。我刚想跟你说，可能去不了了。去不了了？因为我要去趟新加坡。你去新加坡干嘛？那边有一个峰会，想请一些业内资深人士去那儿当嘉宾。Charles 不知道我最近在闲着嘛，所以就给我报名了，有报酬的。对不起，不能陪你去了。那你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来，跟我来。不生气了，好吗？我们试试，先试试再说，试一下。